好，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4之2 MSE 的performance function 怎么创造出来？还是一样，我们就说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linear filter 最简单的 linear filter 那 single output 的一个 neural network 因为用最简单来了解它，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变得很多的 multiple neuron 的一个 output 的一个结构这样那首先呢，来看一下最简单的 linear filter 所以这里有 k 个 input 一个 output， 那我们呢也就没有 BIOS， 先把 BIOS 给忘记这样这个也有了就是说万一有 BIOS 进来怎么处理，后面再说了那这个是最传统的这个 linear filter， 它不去考虑 BIOS， 但是我们在做 neuron 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考虑BIOS， 就会称它叫 KE neuron， 就是说 KE 的 neuron network， 所以这个同学要开始慢慢熟悉这个学术性的一个名词说法所以 for convenience 为了简单起见的话，这一个什么 K input 的 adaptive filter is select， 也就是说 K input 的这个什么适性的这个利波器呢被选择是什么呢实验的一个 model experimental 的一个 model to 怎么样 to find the performance function， 用它来找到我们的那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好，那这样就变得很简单，相对简单的所以呢we can 怎么样 extend， 我们就可以扩展 this result to the 什么的 general neural model of K input and 什么 S output， 就说我们就会有多个 output 的一个 neuron 的一个结构这样好，那这样没问题呢，很简单，我们就往下看了，所以我就来先简单怎么 simplify the neuron structure 就说我来先简化，那简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往下看就知道了，就说这个就刚刚看到的我们就把它再开始看一下，我们就又把 BIOS 引进来了那可是 BIOS 引进来，那在1970几年最有名的那个 adaptive neural filter，adaptive filter 的话 linear adaptive filter 就不能被用，所以因此怎么办呢？多了这一个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样子，让它变成线性的感觉变成 K 加 E input 的 linear filter， 那这个就常常在做系统设计的时候会把它故意这么用那同学开始适应一下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样变化成符号就开始改了，这是我们原来的符号有没有看起来不太像 linear， 那为了变成 linear 的话，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结果怎么样，就把它扩张成怎么样，变成说它有 K 加一个 input， 那就有怎么样 K 加一的 weight 在这里所以可以看出来，那我们的 input 变这样子，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令前面这一个呢当做我们的 x后面这个呢当做我们的 z那这样就变得很简单符号变非常的 simplify所以这个就变非常有用所以那原则上怕各位觉得还是不舒服，又再把它当个字给各位看，有没有当个字给各位看，那我们尽量把分量这个叫 component 叫分量我叫 entry 用小写来写这样那大写的话就留给什么样，大写留给当向量当向量来用这样子所以慢慢把符号我们把它规律化一致化，那后面的表现起来就会非常的简单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 KE neural network can be formulated as 什么 K 加1的 input linear filter， 就是说 K input 一个 neuron 就变成 K 加1的什么线性利波器的一个结构因为我刚刚讲过说在早期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在这个领域里头，就可以引用它的理论来做我们进阶的研究这样所以这个符号的简写呢，各位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看我们的学习环境这到底长得怎么样我们的学习环境，那这是我们的 filter， 所以我们的学习环境是我们总共有 Q 对的什么 Q 对的这个learning pairs 学习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P1 T1 P2 T2 到 PQ TQ 那 to be fit 被喂到哪里，喂到这一个 proposed neural network， 就是说被我们提出的一个神经网络里头那 such that 使得怎么样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can be adapt 意思就是说被我们要求的这个 learning pair P 要映射到 T， 就是某一个对它 input 要映射到它的那个 target 呢，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那个要求有没有对应的要求呢，可以被什么被我们把它视性把它容纳起来就把它视性起来，就可以讲白一点就是把它学起来就对了学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好，
那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嘿。所以呢，这个叫做 feed forward Q learning pair into the neural network。那怎么 fit 呢？我就画了一个图给各位看，就说这里是我依序 P1、P2 到 PQ 把它喂进去，那就我会对应到怎么样？希望它 T1、T2 到 TQ 的一个 desire， 也就是说这一对有没有？他希望它的对应到 output 是 T1， 那这个 P2 呢？我希望怎么样？它的 output 对到 T2， 所以如此类推。这个 PQ 有没有？我们的 PQ 我们希望怎么样？这个比较不容易出现。好，没关系，希望对到这个 TQ。所以这个原则上就是我们整个信号上面的一个这一个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所以同学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好，那这样一个环境，所以 we hope each input PJ can be mapped to its corresponding output TJ。所以我们常常讲 hope， 我们希望有没有？希望100%，那常常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那我前面把它一个 learning performance， 把它一开始把它叫做 learning rate， 你们同学去看的时候再稍微修正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的 learning performance 是达到100%的怎么样对应。所以这个是这边要知道的一回事。那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看。那我的第一个很认真的用比较传统的这个技术性的一个 propose 的方法就要展现，就是用 MSE 叫 mean square error。那这个 mean square 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也就是说 iterative 的 learning procedure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在前面讲过一个 epoch， 比如说我现在总共有 Q 对嘛，在这里可以看到我有 Q 对有没有？好，我有 Q 对有没有？我有 Q 对的那个 data， 我们看到 Q 对的 data。那 Q 对的 data 等于说我第一轮的学完叫做一个 epoch， 那第二个学完就叫2个 epoch。那常常以后你们有机会，也不是有机会，既然决定要学这个领域的话，你们一定会去跑很多演算法，跑很多的那个实验。比如说我有1000笔资料，跑完第一轮，在第二轮、第三轮可能跑了100轮有可能，甚至跑1000轮、10000轮都有可能。那这个每一轮的话就叫一个 epoch， 一个 epoch。所以在我们 learning periods。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依序这样一直学下去，学下去。那学下去问题来了，每一个 epoch 的第这一次又到了第这一次，下一轮又到第这一次，到了第100轮的时候又到了第这一次。那这个情况为什么这样讲？这个就变成说你有个观察点。好，所以是观察点。所以这个就变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希望说我的什么 target， 那这是我的 physical output， 意思是这个 target 跟这个 physical output 之间的差，我们叫 error。那按照前面的数学公式，这个就说前面已经把它简化了，对不对？变成这样，我们看到，好，那这个时候你发现，用一个期望值，期望值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出现的总平均，这个随机的观念，所以这个因为很多的书都不愿意像我这样解释，他们很快就荡出来了。也就是说，它为什么要突然出现一个期望值？就是说很可能我看某一次，我随机看某一次，今天盯住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同样的1轮、2轮、3轮的那一次的一个随机一直下去。好，那随机下去，我需要总平均起来是好的，就会出现一个期望值出现。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during each epoch the learning instant 瞬间 focus at the 什么 this learning period， 所以 instant 就是那个瞬间，有没有一瞬间瞬时瞬间的那个意思。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看 this form a random phenomenon 就形成一个感觉是随机，随机的感觉，就像说我们今天统计的一个感觉这样。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例如这个什么for example 的什么 average temperature of each 这个 September in 这个 Taipei is 这个34 degree，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年在9月份的平均气温在9月份的话，很可能就是34度。那这个好像每一年就这么观察，总平均起来，那这个变成是一个期望值的观念。那期望值的话，涉及到期望值就会涉及到随机变数。那同学有知道个基本概念就好了。这个详细当然要再把那个数学引进来就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就尽量不要引进几率统计进来，才会用这个neural network 方法来做一些逼近。好，那符号再重新秀一次给各位看，那让同学不会忘掉。所以我们随机的感觉就是说我等于 T 减 A 某一次的 target 跟某一次那个什么 physical output 之间有没有？
这边写的不好，应该写在这里哈，这个把它当初校稿没有注意到，你看到嘿，它应该在外面哈，所以带进来就是这个符号哈，那不熟悉再把这边看一遍有没有哈，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嘿，好，所以这个时候 T is any possible target， 好，所以 this is T maybe one of 这个中间的某一个，所以 therefore we can say T等于 TJ， 这是随机的感觉有没有哦？好。那 A is any possible physical output corresponding to T. Therefore, we can say A 等于 AJ。好，就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哈，因为这个 J 是一个随机在变动的哈，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哈。那特别这样跟各位强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就开始来推。所以我希望说总平均，那总平均的一个平均就是一个期望值的感觉。好，所以我们就有随机的 sense 哈，就好。我就把这个式再重新展开，注意了展开咯。那展开。那展开问题是期望值，好，我就把这里面这个式子展开了，有没有展成这样的一个式子？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展开。到底对期望值来讲的话，哪一个是随机变数，哪一个不是随机变数？不是随机变数，它就是常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来解释一遍。那发现呢，这个 x 的话 ，x 是对这个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随机变数。所以我们发现谁是随机变数？就是我们的 z 是随机变数。为什么？Z 是我的 input， 我随机来的嘛，可能是出一下这个 input， 可能再出另外一个 input。好，那在这个随机变数之下，随机的 input 之下，我要求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一个 weight。所以 weight 对它来讲的话，不是什么？不是随机变数，它是 depend on 随机变数。所以这个是 weight， 它就变成常数，常数就可以提出怎么样？提到期望值的外面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 x 它把它提到外面来，所以简单的提开就变成这样了，没有？那这个简单的数学我已经很仔细写给各位看。所以 the input and target are all 怎么样 considered as random variable。好 ，input 跟 target 因为随机那个权重我的 weight 的话就是我要求的，不能把它看成随机这样嘿。所以 the reason was mentioned on page 5，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哈，我就花很多力量来解释，因为以前在指导很多的硕博士班学生，尤其我们做通讯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随机，看到期望值，他们就害怕，可是最后都把它丢掉了。可是丢掉之前的话，你这个在写文章的时候还是要简单的介绍，那介绍观念不清楚，写的就会有漏洞所以就必须花很多时间来跟学生沟通好，那看我们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所以我的 function， 所以我就用大写的 F 代表我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因为它是整体的 target 跟 physical output 的平方的期望值。像它的 mean， 它的一个均值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弄出来。那弄出来的话，我们中间就有怎么样？我们就 C 就是把它定成是这一个，定成这个，我们看到那 H 就定成是这一个没看到那 R 的话，因为很喜欢用 R， 又是实数又是什么？因为 R 一般出现在这里的话，在做很多的那个随机变数或做一些通讯的时候，它叫 correlation， 这 relation。所以它就变成说把这个 R 又拿来用，那没有关系，你的脑袋瓜自己要清楚就好了所以相关的符号都一直在出现，那这样没有什么问题。所以 therefore 的什么 the optimal x can be obtained by finding the extrema point of f。哇哦！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找出最佳的 x 出来，就是我的什么？我的那个 weight。所以就把这个当做是什么？当做是我的那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找它的极值。让它变成极值的 x 就是最好的 x， 为什么？因为它是误差函数嘛。当 t 等于 a， 全部 t 等于 a 的话，它的 mean 就等于0，最棒，但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希望说总平均之下，这个值是最小的情况之下的这个什么？这个 x 就是我们的最佳化。所以又出现前面讲的极值，有没有？好，这个 extreme point。那简单的观念再回去复习前面的第3章所以同学就可以晓得说。我们很快的利用一点时间就把微积分的东西把它 mapping 到这边来，那它不必要很详细的数学细节它只要怎么样它的概念，然后呢我们来跑我们的演算法这个就是在做类神经网络这边要知道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开始怎么样来求我的极值所以一开始就用这个 quadratic form 我来求它的极值这个前面都已经定义过了不熟悉再把我在这边就写了一遍。那如果当然你不熟悉，再回去看一下。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要求它的极值。那当然就是对它的微分嘛。那微分就是对我们的 gradient 我们的 gradient。
那定我们的gradient，好，那好，这个都很简单。那定 gradient 等于什么？等于0。那求它的极值有没有？这个都是微积分所学过，就得到这个方程式。好，得到这个方程式。所以这个呢 ，the optimal x can be found 可以被找到 by solving 的什么 linear equation。那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线性系统，线性方程式来找它有没有？来找它。好，那这个所以呢 ，coefficient matrix 所以这个 R 就是我们什么系数矩阵它属于什么样 ？k 加1乘上 k 加，就是它是一个矩阵 k 加1乘 k 加1的一个维度的一个矩阵这样那这个呢这个 x 我们叫 unknown 就准备要解的那这个 h 呢就叫什么叫 constant。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读线性系统最典型的这个词这个词就是说在 linear system 里面一个叫系数矩阵，一个叫做未知向量，还有一个叫常数向量。那未知向量就是我们要求的解，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那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up to now so far so good。第二个点，所以我们 optimal solution 如果说R 是一个正定型矩阵，那它的这一个环矩阵就存在，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求出我们的解数这个出来。哇，最佳解竟然求出来了，就求出来，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 x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了，求出来，为的把我们的 bias 都求出来了。哇，好不容易就求出我们的 optimal design 就出来了。那你不是说故事结束了吗？我们的 neuron 不是学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吗？哪有这回事所以问题是 hard to obtain the random distribution。因为那个本身它一定要知道它的随机变数的分布，不太可能。当一个系统大到一定的地步的情况，你没有办法去观测它的随机变数，所以 actually it is hard to obtain random variables。好，或者是它的那个 density function 或它的密度函数 in advance， 在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知道。那所以 therefore 呢 ，we cannot have 的什么 actual R 跟这个 H 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这边的双手一摊。怎么办？所以 hence 怎样呢 ？We have to find another approach to solve a near optimal solution。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在设计一个系统，包括我们像类神经网络，我们的那个深度学习，就是找到一个什么 near optimal solution。所以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前面的那些知识还是要先知道。所以到了目前为止，我们这一解读可以告诉我们说，原来故事发生到这边呢，才刚开始而已好。那我们后面呢，就再继续努力那找到最佳的这一个类神经网络的这个学习演算法好。